万事万物到底从哪来呢？这是一个很多我们的大智慧的先贤大德们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。有的人认为是进化论，那进化论之前呢，到底从哪来呢？有的人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造的，有的说万事万物都是业力和因果所造的。那么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源于天地之后面的那个道。无上圣玄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无为真实义。小启说，老子说的道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神仙呢？老李说，不是，我们说的神仙只是人的升级产品，是人的一种寿命长一些而已。道是万物的源头，生发了万物。但是在《道德经》中老子也用神形容过道，是这样说的：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，绵绵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这个玉神应该念谷神，山之间的低洼部分叫谷，这个是由水冲出来的形成的，所以当年是加上3点水的，也就是说用这种空虚的中空状态来比喻道，是道的一个代名词。那么谷神不死，也就是说我们的道是永远存在的。前面讲过，道其实是一种规律也就是规律永远存在。老子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，有因必有果，我们要依规律而行，我们要敬畏规律。但是99%的人是不相信规律的，是不相信果报的。但是老子肯定的告诉你，道它永恒的存在，那么这个规律就永恒的存在。牝是雄性的动物，表示母体，玄牝之门指的是产门。谷神不死是为玄牝，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。整句话是这样说的：道就像是永恒存在的山谷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无北幽深神秘的母体。世间的天地和万物都是由这个母体的产门生发而出，是天地万物的根源。当然这是老子的观点，把道生发万物的过程比拟成我们常见的动物的出生，方便我们理解。那么万事万物到底从哪来呢？这是一个很多我们的大智慧的先贤大德们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。有的人认为是进化论，那进化论之前呢，到底从哪来呢？有的人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造的，有的说万事万物都是业力和因果所造的。那么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源于天地之后面的那个道，是他生发的。后面有一章会讲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那道是什么呢？道不是神。老子否定了人格化的神。比方说西方的上帝，佛教的释迦牟尼都是人格化的。我们说的道是无形无状无态的，这就是老子的宇宙观和世界观。但是呢，你去做对比的时候发现，西方也好，印度也好，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宇宙和世界，而这个神的具象化是男性，比如耶和华、释迦牟尼。但是在东方，不管老子说的道，还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造人，宇宙的起源都比喻成母性，而且它永远存在。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母体出来的。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讲道生出了我们的世间的万事万物。所以说道的产门就是万物的根源。小喜说，原来我们是以母性为尊所以常听人说
听老婆话，吃饱饭，听老婆言，幸福在眼前。老李说，对呀，所以说嘛，成功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。我接着讲下一句，绵绵和若存，用之不勤。这是在描述道的这种状态。绵绵就是一种很精微而延绵不绝，若存若无，而且它是用之不尽的。用之不勤的勤字啊，是个假借字，借它的读音。总结一下，上面几句话就是将道啊形象化。你说道它存在吗？但是摸不到，看不到。您说它没有吗？但是它真实不虚的在起作用。我们讲了这么久的道，其实道德性的核心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，你依照规律而行，你就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你就能获得人生至乐。如果你不按照这种规律来，你就很痛苦。整部《道德经》，老子一直在用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何为道，什么叫世间的规律，老子都讲得清清楚楚。那这些规律对我们有用吗？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视其尘垢比糠，将由陶铸，尧舜夷者。尘垢就是微尘，比糠就是没有果实的稻谷和稻谷打出大米之后剩余的外壳，表示不是核心的东西。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是这样子的：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吗？如果你掌握了道的规律，哪怕像微尘或比糠那样就那么一点点，你的人生就像开挂一样，就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。这个就说明啊，这个规律的功用啊是非常大的。你能够真正读懂《道德经》的一两句话，你能够真正读懂《道德经》的一两句话，就算学了一些皮毛，也能受益终身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习道的意义。小喜说，我们要如何学习道呢？读一读《道德经》就可以吗？老李说，对，读书只是第一步，儒释道各家经典最终的目标都是相同的。只要您真正掌握其中任何一家的规律，找到自己的天赋，就可以完成老天给你的使命。所以不限于《道德经》这本书。但是读书不是单纯的看文字，如果你没有明白作者的意思，就算倒背如流也没有用。就像小孩子背乘法口诀一样，背诵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它，这才重要。那道在哪里？怎么找到它呢？怎么运用它呢？小喜，你知道吗？小喜说，老李呀，这正是我要向你请教的呀，你就不要卖关子啦。老李说，你看，你没有认真听课吧？这我们前面都讲过的啊。道就在你心里，叫道心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的道场，道在心中，莫远求，道场就在汝心头。我们只有反观自己的内心，回到本真的状态，找到真我，找到道心啊。打个比方吧，我们小时候都看过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，被6字真言的封条封住了500年，直到唐僧过来把封条拿掉，孙悟空才能跳出来。我们的道心就像孙悟空，被眼耳鼻舌身意产生的欲望压住了，所以我们自己感知的道心就是被关在动物园里的猴子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平凡的人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欲望的封条撕掉，道心就从普通的猴子变成齐天大圣，我们也就成为人间至圣。那么怎么做才能把心中的封条撕掉呢？老子告诉我们，叫守静，致虚极，守静笃。释迦说，禅定，观自在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通过这些方法，就能看清心中的宇宙，
你就能真正找到世间的规律。所以说，快乐源于自己，力量源于自己，一切都源于自己。你想成为被人牵着的猴子，还是齐天大圣，也是你自己决定的。这里是福利社，愿为彼引导，愿道与您同在。谢谢您的观看和聆听，咱们下期见。